这完全是由南诏的丝线染制而成的南诏锦，真正的南诏锦，还请王爷代为献给皇上。没想到你真的做成了，但本王看了你织出的南诏锦，为什么一点都开心不起来？或许是因为，当你织出南诏锦的那一刻开始，就意味着你要离开本王。1年之期还剩2个月，若再交不出锦，我们和王爷都将自身难保。自身难保。大唐已经出兵讨伐牛景了，这无论对你还是杨静兰来说，它都是件好事。对本王来说，它也是件好事。长安出兵讨伐牛景，就没有余力来对付南诏了。一旦战火平息，王卫寿应该会对我网开一面吧？那便恭喜王爷。恭喜王爷，你恭喜我啊！啊，我觉得你在恭喜你自己啊！恭喜你马上可以离开南诏，马上可以离开本王了。哎呀，你要走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本王想到一个好主意，一个天大的好主意。本王可以烧了紫宫营，明明可以支撑的南诏锦，瞬间什么都没有了，化为灰烬。重建织宫营，至少得半年，半年。盛风泽，你是忘了你当初的目的吗？你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支撑南诏锦吗？我不在乎，那又怎么样？清平关本来就不想本王支撑南诏锦，本王可以说这把火是他放的。疯子！不是你告诉本王，人都是会改变的吗？没错，本王改主意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无论是景还是人，本王都要。王爷，清平关带着王上去了织宫营。听说南诏锦已经做出来了。回王兄的话，确实做出一副样锦，但是质量不好，算不上南诏锦，所以没有禀告王兄。但是这些唐人却信誓旦旦地讲，他们织的就是南诏锦。季莺莺，不如你亲口告诉王上，这锦你们到底是织成了，还是没织成啊？回皇上，民女的确织出了南诏锦。白王，不管合格与否，既然王上亲临，不如将那锦样拿出来，呈与王上一观呐。这便是季莺莺织的南诏锦，这韧性不足，很容易撕坏。这么说，做了这么久，却毫无成果。那是因为这些唐人根本就没有用心做锦，而是一心做假。皇上，您看的根本不是什么南诏锦，而是欺君之政。
白王之所以断锦，更是为了包庇。皇上，臣亲耳听见季莹莹和他人商议，要用益州蚕丝冒充南诏蚕丝，制造假锦，蒙骗皇上。至于白王是否知道，臣就不知了。启禀皇上，臣特意带了我南诏的匠人，是否是我南诏的蚕丝，一验便知。不用验了。王兄，此事臣弟知道，不但知道，而且是臣弟命他们这么做的。臣弟是想，这万一南诏锦织不出来，就可以用此锦以备不时之需，还请王兄降罪。皇上，此事分明是季莺莺自作主张，想以一己之私犯下了欺君之罪。王爷确实不知，他要是知道的话，就不会断锦。他只是一时为情所困，想保全季莺莺。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，你闭嘴。阿宁所言句句属实。为情或为利，都不是一个臣子应该考虑的事情。我等身为臣子，第一要务是为王、为民。你看起来一点也不害怕。因为我们真的织出了南诏锦，问心无愧。但不是白王献上的那一幅。9600根经线和纬线，全部是由南诏的蚕丝所织就，颜色染制也结合南诏当地的染织技术，还请王上请人试验。季娘子，既然你已经织出南诏锦，为何还要绕这么大一圈子，把所有人都绕进来？民女所做这一切，是为了亲眼得见王上，并将真正的南诏锦献于王上。成了，真的成了！哦，南诏锦终于在你处。这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吗？走。这锦没有问题，但是要如何亲手交给南诏王，这是个。愿许你升官后，你可否愿意留下来继续为南诏做事？多谢王上抬爱，只是茵茵的家眷亲友皆在益州，我阿娘还等着我西前尽孝，恕茵茵辜负王上美意。但茵茵认为，不是只有留在南诏，
才能为南诏出力。哦，民女在益州尚有一些声望，回去后定会大力促成益州和南诏景业通商，互利互惠。此次能支出南诏锦，也多亏了南诏匠人相助。民女认为，彼此封闭、暗中掳掠，不是最好的办法。只有自愿沟通、相互交流，才得以互利长久。如今这益州是牛景把持，就算本王愿意放你们回去，恐怕你们也无处安身。大唐疆域辽阔，便是回不了益州，但只要我们双脚站在故土上，心便安了。看来锦娘子是铁了心要回去了。这是当日王上签与民女的契丹。你为何撕了？民女当日初来南诏，心有不安，所以才向王上索要了这契丹。不过后来想想，是民女杞人忧天了。王上乃一国之主，一言九鼎，岂会失信于我等草民？若是传了出去，岂不是让百姓和他邦帝王笑话？既然王上一言九鼎，那我又何须这区一张单子呢？虽然现在这景样已经织成，但若你们都回去了，那谁继续留下来织锦呢？现在益州大乱，倒不如有愿意留下的，可以留下，为我南诏工匠传授技艺。这皇上，草民愿意为您效劳。你是？草民是益州锦王赵修远。8岁入锦房，别的不敢说，织锦可以说是我的强项。还有，咱们南诏的花本也是我制成的，这些锦样也都是我合作创作。你愿意留在我南诏织锦？好，你想要什么？草民别无他求，只求同乡人早日踏上故土。传令下去，从今日起，除留下教学者，放所有的益州匠人回归，离去者不得阻拦。若有愿意留下的，岳父双倍工钱，好生相待。臣遵旨。多谢王上。多谢王上。你们2人自诩南诏2大智囊，却因一己之私，被一小女子利用，玩弄于股掌之间。罚封1年，3个月内不得上朝议事，而后静思己过。臣有罪。本官自19岁入朝，从未有一朝
无上殿议事，近半生也从未受过如此奇耻大辱。姬娘子好本事啊！本官受教了，也恭喜白王能得如此蛇蝎美人，好自为之。季莺莺留下，本王有话跟你说。其他人先下去吧。都给本王滚！今日本王是不是很傻呀？一心想着替你顶罪，却被你玩弄在股掌之中。我算到了杜苑会用假锦害你，我算到了你会毁掉我的锦，但我的确没想到你会站出来替我顶罪。盛风泽，你救过我很多次。我家失火那次，我们在商道的时候，我们被牛景追杀的时候，虽然你都有自己的目的，但你也一直在护着我。我不是一个没有心的人，你对我的好，我都是知道的。只是一个人的好，抵不过一个人的过。那如何才能抵消呢？你是要本王去死吗？我不知道。我不能代替别人原谅你。百胜，赵修远，你像狗一样摇尾乞怜，就是为了放季莺莺走。算计了所有人，最后却被别人算计了，感觉如何呀？边境之乱。是你给杨静兰传的消息，你才是内应。本来是白胜让我来打听，你来这儿
常愿意付出一切的拥有的，但是那不是爱。真正的爱是未必要拥有，真正的爱是你每天想他有没有吃饱，有没有穿暖，有没有快乐地度过每一天。我告诉你，白生，那不是爱。现在的你，就只爱你自己。如今，我已尽收穆节帅旧部，只待将西北这支叛军拿下，我便率全军奔赴益州城下。薛将军是要攻打益州城吗？牛景龟缩不出，朝堂是不可能和这种叛贼妥协谈判的，只能攻他。哎呀，那益州城的老百姓都在牛景手中呢。我的父母妻儿也在城中，若有一日兵临城下，牛景定会先以我的家人祭旗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好10天，给我10天，擒贼先擒王，我潜入城中试试。你有把握吗？你没有把握，我也要试试啊！你怎么试？杨金兰，牛景将诸葛的尸首挂在了城头。什么？将军来，这定是牛景引你出现的陷阱。诸葛是被我从长安带到益州来的，即便是刀山火海，我也要把他给带回来。你不要命了你！杨金兰，薛将军犬子鲁莽，但情义无价，请将军援手。派些兵马护他们周全。是。
给他换套衣服吧。我来。这儿有字：重思峡谷香，不产世上英。这是他留给你的话吗？这是我师父留给我的话。当年的益州城，四面楚歌，我师父为了留话给我，把线索刻在了自己的骨头上。今日的益州城亦是如此。难道他也是刻骨传信吗？除了手腕上的勒痕，他身上并无其他伤痕，是不是你想多了？不会的，这字迹很旧，不是刚刚写的，而是一早就写好的，就好像他知道自己随时会死，提前做好了准备。高芳，去叫个仵作过来。你确定？我确定。我去。杨警官，在诸葛先生的肚里发现了这个。这纹样看着好像是一条路。13交锦日，如暗路而烛光。13，阿姨有何见解？咱们蜀锦人家呀，往常孝敬节帅1年有2次岁贡，是在年初和年中。哎呀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这个月的14是牛锦整寿，所以要13送锦。一般寿礼不都是当天送吗？一般是，但是有一种情况除外，他送的不是锦，是锦衣。做寿那天要穿的锦衣，所以必须提前送。试穿锦衣，无论牛锦躲在哪里，他们都能见到。哎，对。所以他想说的是，跟着送锦的车走暗道。他还在告诉我，要循着火光去找牛锦。哎呀，这个孩子真是用心良苦啊！让他一个人待会儿。小诸葛，你怎么想说的话，还是那么多。杨江南，如果换作是你，该如何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？所以说不能刻骨，这么多话，这要刻了骨头上啊，那不得把我刻成筛子了？那，你最喜欢喝的酒？
快点吧。哎呀，怎么了？不是你说了，当英雄就应该潇洒，就应该幽默，这样才能被大家记住呀。谁让你当英雄了？我让你当英雄了，还是说你想抢我的风头？哎，我提一句啊，一直以来都是你和姬英英帮着大家，这益州城可是大家伙的益州城，也该轮到我诸葛红为大家出力了吧？再说了，你不知道我为了激怒牛姐，把这消息传递出去，费了多大的力气啊！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会回去把你的尸体从城墙上给带回来？我若是没回去，你岂不是白死了？哎，因为你是杨静然。哎，就算是你是为了回来骂我蠢，你也一定会回来。不用这么看着爷，爷知道自己很潇洒。酒果然这么好喝。所以，你当初选择留在益州，就已经做好了这个决定了，对吗？你不考状元了。先把这辈子的事儿做好，该做的我都做好了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好，走了。当状元，下辈子再说吧。314他们来了，他们是来接那些匠人回家的，但是那匠人不肯走啊，说要等你一起走，所以本王就说你生病了，现在走不了，正在养病呢，把病养好之后，本王会亲自送你回去的。
王爷，王上让你入宫觐见。饭又吃不成了。本王会早些回来，陪你吃晚饭。王爷，王上宣您入宫觐见。你慌什么？我这不是来请王爷了吗？知道了。是。你竟然敢背叛本王！我没有。我只是不想让你陷入姬英英那个女人的漩涡当中。我是嫉妒，但我更害怕。我害怕你会因为她毁了你自己。赤火，在，带上所有人去职工营，把所有匠人送回益州。可是，王爷，快走！是，王爷，多加小心。所有人，跟我走。这，是。下来！王爷，你不许去！这，王爷，10月成亲。真是个难得的人才啊！可惜了，派的是死士吧？是，不死不休。只是，说，虽然他们不会留下任何证据，但白王未必猜不到是你。此事之后，您和白王那可也真是不死不休了。便是没有了此事，你觉得我与白王还能重修于好吗？可是，白王如此在意姬英英，事后一定会对您疯狂发难。知道我为何要杀姬英英吗？我是恼怒于他多次羞辱于我，但是杀他，终究是为了白王。莹莹，别嫌我做的丑啊！送你的那个已经是最好看的了。我想告诉我的月亮，事情结束以后，若他还眷恋江湖，我便陪他仗剑天涯。杨警官，怎么样？感觉如何呀？想不到你当着面我
续火有药。是啊，本王知道，对杨警官严刑拷打没有什么用，所以啊，本王只能用这种剑走偏锋的方法来撬开你的嘴。你想知道什么？有什么计划？我说了，你就会信。计划就是让你亲自把我送出这里。杨金兰，你别忘了，现如今你在南诏，无论你怎么布置，你都飞不出本王的手心。他的眉宇间应该是含笑的，他的手腕应该是纤细且柔软。放下，一点儿也不是！放下！你是不是感觉自己身上有千万只蚂蚁在啃噬、在撕咬你？总有一天会忍不住疼痛，喝下那边带着药的水，然后放上你所有的尊严，对着本王摇尾乞怜。你当我是赵秀元？是，那又怎么样？在这暗无天日的房间里面，只有药水陪着你。无论你的骨头多么的硬朗，他们都会自己折断。杨警官，你好生休息。本王过几日再来看。莹莹，别怕，我一定会想到办法，我一定带你离开这儿，回到益州。等我。婷儿，哎，非得是你吗？你一向不善言辞，不与人争抢，难道这次非得由你出面去劝阻牛瑾吗？阿娘，江人被掳，锦业本就元气大伤，牛瑾非但不体恤民情，反而横征暴敛，逼迫我们交纳更多的赎锦岁贡。再这样下去，锦业必衰。得有个人站出来，告诉他不能再这么做了。我明白，我都明白，只是茵茵在南诏安危难料，若明日你再出什么事儿，我会暗中保护她的。不，玉娘，你不能去。若是你被抓了，我就真的没有力气再做任何事了。你们放心，牛瑾虽然残暴，但是他也知道把我们逼死了，对他是没有任何好处的。婷儿，你一定要小心行事啊！啊，放心吧，阿娘。我
等你回来。那我们敬明月，敬中秋，愿家家团圆，平安。诸位先生，季家的锦已经送进去了。辛苦季兄了。哪怕阁下再辛苦，这些锦加起来还是抵不过岁贡数目。我一会儿能否同诸葛先生一起去拜见牛将军？我们须得有人站出来言明，益州锦业不宜杀鸡取卵。实不相瞒，我和诸葛先生也是这么想的，只是我们还未进去，于叔于前辈便拦住了我们。于前辈自己进去了？是啊，他说只要他还活着，这些事就轮不到我们这些晚辈。在国郎君，元帅让你们进去。那于掌柜的意思是，本节帅的岁贡要多了不是节帅要多了，是当下益州景业职工流失，元气大伤，暂时不能满足节帅的需求。见过节帅。方才于掌柜一直在同我说啊，各位现在都不容易，职工少了，丝线贵了。总之呢，意思就是我岁贡要多了。节帅，他们都还年轻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所以自然就看不到如此下去对景业就如同杀鸡取卵。我等并非是不想孝敬节帅，实乃我等是想长久的孝敬节帅，才希望节帅能高抬贵手，细水长流。我又没问你，我在问他们，你们觉得呢？下官翻过记载，历史上益州锦业断过5次，2次是因为战争，而另外3次都是因为守关的岁贡过高。你们俩呢？节帅恕罪，倾我杨家之全力，夙兴业美，也未能满足节帅的需求。若是锦业兴盛之时，或能凑齐，只是如今锦业本就凋敝，实难从命。其实呢，你们也都知道，我赚钱的法子有很多，那我为什么会独独钟情于蜀锦呢？是因为年幼时家里穷得厉害，父母早亡，我与阿兄相依为命，同在一个富贵人家做工。阿兄不小心把那家夫人的锦衣弄坏了，就被活活打死了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发誓，若日后富贵了，我定要依锦而行，视锦绣为玩物。哈哈，好了，随便唠叨2句啊。行了，既然都觉得我要多了，那本节帅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。今年的岁贡就这些吧。
多谢节帅。哎，于掌柜，于掌柜，刚才我的话没说完。我之所以要依锦而行，是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在锦上忤逆我。下次不能比今日再少了，也别那么多废话。于掌柜，我于家谢了。于前辈放心，只要我们在一日，便会照样于家一日。别怕，来日方知。于掌柜，来日方知，我们得早做打算。这是今日清平关呈上来的折子，皇帝请看一看。节度使穆辉不是我杀的，是牛景栽赃陷害。还请王兄明鉴。无论栽赃是真是假，穆辉旧部打着报仇的旗号骚扰我南诏的边境是真，百姓众说纷纭，惶惶不可终日是真。请王兄给臣弟一些时间，查明真相，昭告天下。启禀王上，此事万万不可再等了。现在唐军并未与我正面交锋，只是叫嚣着要潜入我南诏的都城，就像当日白王在益州一样对待我都城的百姓啊！如果再等下去，百姓定会纷纷逃亡，到时我南诏可就乱了。这唐兵以复仇的名义作乱，恐怕现如今最不安全的便是王帝你。不如这样，你迁入孤的行宫，那里毗陵山海，人迹罕至，又易守难攻。且孤会派兵前往，昼夜巡逻，保护你的安危。臣弟还有一人，可以证明我的清白。穆辉旧部，穆辉旧部，哪来什么穆辉旧部？全都是你搞的鬼！按照牛景的秉性啊，这帮人不是被他收了，就是被他杀了，哪来这么多人来南诏报仇啊？是没有。你怎么不去跟你的王上去说？是因为他觉得不重要，他要的不是真相，是结果。如果我能平息边关之乱，你给我什么好处？
本王有2个问题啊。第一，你如何平息边关之乱呢？第二，这边关作乱之人是些什么人呢？给我碗干净的水。他们不过是我的一些故友旧交，我会告诉他们，祸乱益州的真凶是牛金，然后让他们去长安，请朝廷来处置牛金。如今人和行吗？好，那说说，你想要些什么呢？我要带一个人走。他织锦尚未完成，他不会跟你走的。此事根结由长安决策，丧事死亡是国有业，在长安，他的话比我有分量。太子不方便做的事，他的姐姐娘娘还有兄长们方便。好，本王答应你。第二，我需要你写一封亲笔信，承认你与牛姐有勾结，随便你怎么写，怎么批评自己。我要让朝廷决定，牛姐与你有私交。好，本王也答应你。第三，临走之前，我要与我夫人见一面。第四，杨警官，你的要求未免多了一些吧？第四，你1年之内不准碰季莹莹。这不是益州警官与南诏白王的约定，这只是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约定。你敢吗？本王答应你。哎，那个，我说了多少遍了啊，一定要等水沸的时候再放丝。你怎么又提前放了？你看看这颜色对吗？你脖子上顶的那个是木头吗？这不是你们益州的蚕丝，就得按照我们南诏的染法染。你是听不懂啊，还是听不清啊，还是傻呀？谁傻呀？谁听不懂啊？蜀锦就要用蜀地的方法染才对啊！你做的是南诏的锦，用的是南诏的蚕，你就得按照南诏的规矩来。哦，南诏有好蚕有好锦吗？用南诏的方法。我做的都是好蚕，我喂的都是宝宝的。哎呦，二位莫要争吵，我刚设计了新图案，既需要蜀地的颜色，也需要南诏的新色。
莫不如二位都试试，咱们拿结果说话，如何呀？行，你等着，我会让你看到匠人和木头的区别。陈木头，哎，不是英英，你看这个糟糕的南诏人，我已经很努力的有礼貌有风度了。你看，艺术交流嘛，免不了切磋碰撞。行，跟他好好切磋切磋。英英，我们合作之前可好呀？好，在这里我们不计前嫌，一切只为织锦回家。那我去设计新图案了。有劳。季娘子，有人想要见你，请。本王说了让你见，但是并没有说怎么见。季娘子，谁将情丝都写成告白，藏在眼神中娓娓道来。缘自抽丝剥茧出意来，那就猛虎而花开。茫茫眉宇之间的沧海，心若孤舟向着你驶来。纵然时光总生了青苔，在回忆里重这个河碎流波锦，其实是因为你。我杨金兰所铸下的筹码，一辈子便是一辈子，荣辱与共，生死不迁。不离不弃，不丢本性。往后无论发生任何事，你我都丢不了了。莺飞草长崎岖出岛外，水色涟漪和随听风来。思念如梭走线绕尘埃，就连泪也分成一彩。杨警官，事不宜迟，你可以上路了。二位，过了这望京驿，便是大唐的地界了。后面的路，是生是死，就看二位的造化。告辞。不是你，
这是一看啊，袭击他们边关的人被你劝走了，他们便撒手不管。这南诏人是这么奸诈呀？这是人干的事儿？史策，前面的路就靠我们自己走了。你怕吗？哎呀，怕也得走啊，也都答应平儿了，要安安全全、风风光光的接他们回来。杨老三，你比爷聪明，这条路怎么走听你的，你不用管我，给我留条命就行。放心吧。杨敬林，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哎，这么没礼貌呀！见到我不知道叫阿兄。行了，我问你，你现在还是个逃犯身份，这前面关卡重重的，打算怎么去长安呀？所以，阿兄有办法。现在知道叫我阿兄了。行，我告诉你，自从知道你去了南诏，阿爷便组织了一支商队，我们一直等在前面两邦交界处的驿站里。你什么时候出现，我们就什么时候启程去长安。对了，给你做的新闻碟，拿着。与逃犯同路，阿兄就不怕被牵涉其中吗？你做的事儿，我都知道了。不愧是我们杨家人，我佩服你。但是我也姓杨，忠孝仁义我也学过。这一周，不光是你家，也是我家。谁不想回家呢？好啊，那咱们兄弟速去长安，一起回家。走，回家。走，走。驾！这已经是用最有韧性的蚕丝制成的剑了。接下来由你来演，看看它能不能成为合格的南诏剑。图案清晰，色彩明艳，花型饱满，织造没问题。过碱水而色不退，鲜艳如初，染色也没有问题。最后韧性的部分，我来演。我来。我来。轻点，你们轻点。我来。轻点儿。陈木头，你使那么大劲干嘛？这做了几个月的东西，我怎么可能不小心呢？正常的锦是经得起这样的拉扯的。它断了，是因为我们又失败了，还是不行。蚕丝还是不够坚韧，不过比一开始好多了。我们再努力努力。我们已经努力那么久了，还是那样的结果。1年的期限马上就要到了，我们再织不出来，我都不晓得自己在期待些啥子。